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金语。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啊，中国的2篇预印版论文啊，关于室温超导的啊，就是可爱呆博士和牛建扎 team 他们的论文呢，还在引起持续的反响啊。有一个奥地利的网站叫 futurezoom.at 啊，这是一家奥地利的科技新闻网站，他刚刚报道了这些消息。这个 futurezoom.at 啊，它是奥地利啊最大的这个科技报纸，叫 Standard Medellin AG， 它主要报道这个科技、数字生活呀、移动通信这样的这个一个机构，是奥地利最重要的科技媒体之一。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报道的。当然现在这页面我已经翻译过来了，用机器翻译不是很通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原文的这个是这样的啊，是吧？这咱也看不懂啊。连英文都不是呢，是吧？我们看一下翻译，说室温超导体中国实验的新希望啊，他用了 LK99 押题的那个图片说2个团队啊能够独立开发材料 LK99 的改进型超导版本。这句话说的基本上对的，就是魔改的新型的。那实际上在这2个团队之下，水面之下，说20个有点夸张，可能还有10多个团队同时在做的啊。那么他说呀，在很短的时间内 LK99 材料啊使科学界保持悬念。2023年7月，研究人员展示了这种材料，预计这个材料啊将在室温下成为超导材料。轰动之后呢，就是怀疑，最后呢是发人深省的消息，也就是 LK99 毕竟不是超导体。那后边呢，他们就介绍了，超导体是怎么回事的啊，怎么样的一些原理。但是呢，他说来自中国的2个团队独立开发了 LK99 的改进版本，据说具有超导能力。那物理学家安德鲁·科雷啊，在 X 平台上也对他进行了报道。那安德鲁·科雷这个报道呢，我们会单独贴出来啊。他认为啊，他认为的这2个小组呢，研究了材料，复制了原始的这个实验。那 LK99 呢被描述为铜掺杂铅磷灰石这么个化合物，然后他们就是这个报道说呀，说2个团队呢都用硫磺代替了 LK99 材料中的部分铜。这个好像不是很准确的吧？牛建扎 team 的论文里边没有明确说吧？这个呆博士里边呢是有这个硫的。那这个牛建扎 team 的配方呢，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的向外公布呢啊。那当然，这2个团队的这个复现啊，他们认为呢，材料呢在零下23摄氏度啊，或者高达25摄氏度的磁场强度下变成超导。该研究指出啊，有麦斯纳迹象啊，那么麦斯纳效应就下边这个图框里边，也就是材料漂浮在这种超导的状态。下边继续说呢，是这种效应的检测是超导体的明确证明，但是研究人员仍然保持谨慎态度。这种影响很弱，只在样品中的一部分可见。研究人员呢是怀疑是硫原子分布不均匀，因此库珀对仅在一部分形成，这是超导性的先决条件。那这2个团队现在已经使用这些材料预先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预印版已经有独立科学家审查，他们目前正在和其他科学家合作，以生产改进的版本。因此在室温下找到超导体的希望再次增长，尽管是谨慎的这就是奥地利一家科技媒体对中国的2个预印版论文可爱呆和牛建扎他们 team 的论文的一个介绍那讲完这个也凑巧正好呢习老师呢刚刚写了一个大长的总结。其实呢这个外电的这个报道我认为它确实是不是很准确的，因为它又是从 X 平台看过来的，他们在翻译很多东西都是错的。但是习老师说的这个话对这个总结呢，那肯定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看看习老师是怎么说的姚教授说呢，他说从理论上分析来就是这个室温超导材料这个一维结构特征很长我就不念了。有兴趣的朋友呢，一定从头到尾读一遍写的非常全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并就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这么一个课题。通过分析实验现象推测 LK99 这种材料呢可能存在自旋电荷的分离，导致样品在磁场作用下呈现半悬浮现象。另外呢，就是分析了样品中铜硫化物的形成机理，这个讲得非常详细。他指出合成过程中硫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再一个呢，就是通过MH 曲线分析啊，它指出样品中表现出这个铁磁性可能是来源有多种，部分呢可能与铜的掺杂量相关。那这个呢，实际上和 Griffin 这最近2-3篇论文呢，也都是相呼应的，就是理论计算里边也是认为多了少了肯定会影响这个各种特性。再一个呢，就是解释了为何初期的实验啊没有进行零电阻测试的原因啊，认为呢这个谱学的测试可能更为可靠。再一个呢，就是提出了优化样品合成的思路，认为工艺本身不难，主要是参与人员和时间不够啊，需要做的事儿太多了。最后呢，他也透露了他们自己的团队呢进行了大量的后续实验研究，获得大量的新数据啊，这是他们手中的这个底牌。应该说这个姚教授对于最近一段这个室温超导研究的这种阶段性总结啊是非常全面的。陈老师呢也表示说，应该多串联串联，特别是习老师在这个总结里边提到要防止单院。这个他这个单元太聪明了，给他看段信息他又知道了，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兴趣。这是习老师呢在知乎上的一篇关于铜带铅磷灰石研究的阶段总结。我认为这篇总结啊，对这个室温超导感兴趣的朋友啊，你无论是导派技派还是要好好看看。它比这个奥地利媒体的这个讲的要全面多了啊。那讲完啊，最近新鲜发生的事儿呢，我们再讲讲我们的老朋友，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应该是也是积极参与在过去半年这个室温超导研究里边这个印度科学家阿瓦纳博士他的研究。阿瓦纳的一篇论文啊，他又发表了。你说怎么又呢？因为他一共发表了3篇吧，基本上都在正刊上发表了。你说这个还挺高展是吧？我们看一下阿瓦纳的这个论文啊。阿瓦纳的论文呢是在这儿，是在这个叫 Journ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啊，在这个期刊上发表了。这是他11月份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我们也都做过介绍啊。阿瓦纳的3篇论文呢，我都做过单独介绍啊。他这篇论文发得特别巧，当时呢是中科院的还有休斯顿大学的同时发了，都在锤这个 LK99。我说这3篇论文是不是就把 LK99 锤死了呢？不一定。那这篇论文啊是更有意思的。实际上这篇论文呢，它是有点在锤中科院的那篇论文。他讲了硫化铜可能这个深度对 LK99 或者是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这个最近的这篇研究比较感兴趣的这种狂热爱好者们都记得这篇论文的。他指出什么呢？他指出啊，这个硫化亚铜啊，它的含量才 1.5%。你要说整个这个特性的改变都是因为硫化亚铜，那不太可能啊，是吧？所以这篇论文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还记得这篇论文啊？我们看一下这篇论文的图片，是吧？这是这篇论文的一些图片啊。阿瓦纳在他的 Facebook 上展示了，你看我们又发表了。实际上阿瓦纳在 APS 上他的所谓发言啊，是一个画报展示啊，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完整的这个发言，像老金那样的发言。这个画报展示叫什么呢？就是所谓的 poster session 啊 ，poster session 这个第3阶段是阿瓦纳他们有这么一个，它是美国物理这个学会大会上一种展示形式。参会者呢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啊制成海报，并张贴在会场内的专门海报区域内进行展示。其他的参会者呢可以围着这些海报与作者进行讨论交流。通常这个在这个 poster session 这个时间段里边啊，作者呢需要在自己的海报旁边待命守着，回答其他人的提问，然后进行讨论。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海报展示的发言部分啊，就这么一个。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 poster session 部分的这个作者呢不需要做额外的口头报道的啊。这就是对于这个阿瓦纳博士这个发言的形式这么一个介绍。那他这个论文里边啊，其实我们之前就讲过几次了，我们也不放原来的视频了。它主要就是讲了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的结构、电学和这个磁学测量的结果。样品中呢存在 1.5% 左右的硫化亚铜杂质项。观察到呢大概380开附近的电阻跳变可能对应于硫化亚铜的结构相变。没有在室温下获得电流电压特性的这个超导转面到正常态的证据。另外呢，就是磁化测量显示线性这个反顺磁性不能与超导状态联系起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测，就简单说不导
就是 LQ99 不是超导体。这里边呢就是特意就是我们介绍过，就是论文认为啊，李世培他们报道的对应的这个超导性的这个电传输和磁性特性，如果有，也不是归因于硫化亚铜的少量杂质相引起的，因为这个量太少了，所以它不足以引起这个变化。实际上呢，阿瓦纳的论文呢是2个结论部分，一个是不倒，我们做的不倒，但是呢，别人做倒了也不是因为硫化亚铜，这就又把这个我们讲这个硫化亚铜这个又给鞭尸了就中科院物理所的这篇论文又给鞭尸了。另外呢，他也说了，就是包括这个李世培论文里边的关于零场冷却啊、场冷却的这个磁化的那个线的那个开叉啊，也不能简单归因于这 1.5% 的硫化亚铜杂质因为就是那种的这个抗磁性的悬浮要比硫化亚铜杂质相的预期贡献值要高4个数量级，就阿瓦纳论文里边是这么计算的那当然对于室温超导来说呢，他认为这个他们做的这个铅9铜磷酸6氧在室温是没有超导性的另外呢，在这个电传输和磁性传输方面呢也没有超导性这是阿瓦纳的这篇论文。那这篇论文的这个结论部分呢，就是详细介绍了他们在测量中关于空穴掺杂半导体的载流子浓度也进行了估计。另外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类似的这个超导性和这个磁传输性，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和硫化亚铜没有关系。就是说我先说我没做出来，但是说人家做出来了，和硫化亚铜也没关。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阿瓦纳的这个论文一个简单的情况，再给大家做个介绍。那么这就是今天关于阿瓦纳新发表论文再给大家做个介绍。另外呢，关于他在这个美国物理学会发言的这么一个介绍我们看一下他的海报这是他发言的这个海报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报的展示是吧？是在3月4号到8号他这个 poster session 部分呢是下午1点到4点，3月7号3月7号下午做这么一个展示。发言人呢是辛格是他们的一座辛格，阿瓦纳也在里边。那在他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发言概要里边实际上和论文呢是不一样的，和他们的论文呢是有点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更明确的指出了是不倒我们是不倒的。另外呢，就是380K 的结构相变是都提到了。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详细的磁化、电阻力和霍尔效应数据，这个摘要是说的比较详细的另外摘要的结论呢，就是再一次明确的否定了材料的超导性。那么应该说他这次发言呢是比较矛盾的因为在这个发言上呢有很多的这个倒的是吧？有老金的发言，有朱经武支持的另外一个团队，就是林峰那个团队的魔改版本的发言，还有这个蔚山大学的这个薄膜的发言。所以在 APS 发言这8个无论是海报展示也好，还是正式发言也好，将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这么一个 PK 局面。我们到时候只能说拭目以待， Let's wait and see 了。好的，这就是今天的简单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